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风吹半夏赵丽颖，真懂90年代，也真不想挑战观众。由张挺、傅东玉编剧，傅东玉、毛薇执导，赵丽颖、欧豪、李光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风吹半夏》正在热播中。阿奈原著小说加持，编导演主创班底瞩目，预告质感不俗。观众虽然预料到了这部剧的正场子前置，但没想到它的风格气质会如此特别。这部剧十分罕见的为改革开放大潮中魄力非凡的女性画像，让许半夏们拥有了姓名。她将火一样奔放的女主角置于冷硬粗犷的钢铁行业中，给观众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心灵震撼和审美冲击。许半夏赵丽颖是从收废品起家，一步步接触钢铁行业，举步维艰，无时无刻不在出局的边缘中挣扎喘息，又一次次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险为夷。她毫不掩饰欲望与野心的样子，以及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戏剧张力，正映衬了那个年代的勃勃生机。正如剧名《风吹半夏》所言，时代之风吹过了许半夏，让她得以扶摇直上。这不是一部庸俗滥情的糖水剧，也不是背景模糊的开挂爽剧，而是一部打破常规的创业剧。追评更新后，我隐约看到了许半夏奋力扇动的蝴蝶翅膀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风暴，埋下头来搞事业。大时代下有很多小人物，为什么许半夏这么让人有代入感？因为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阿奈笔下的许多女主一样，许半夏有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再婚组建新家，要依靠她养活。偏偏又遇上了一个出轨家暴她的丈夫，这样的生活环境堪称凄风苦雨。好在时代给予了许半夏这样的女性机遇，搞事业是她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路有千条，坚韧似蒲草的许半夏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进入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在一群男人的碗里抢饭吃。那场出圈的酒桌群像戏，充分展示了许半夏狭缝生存的处境，情义不敌生意，她的废钢份额被压。许半夏面对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高歌与儿女情长的浪漫双双失效的生意场。世事如棋，人皆困之，处于弱势地位的她，如何突出重围走上牌桌，成为棋手，构成了整部剧的核心悬念。许半夏不仅有格局，还是个行动派。饶是身上没钱，她借钱也要吃下15000吨的份额；饶是被歧视，她依然要挑战。她赌上的是自己的命运，这份意气风发的勇气非常动人。上世纪90年代的商人生猛凌厉，钢铁行业也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过程。生意要在酒桌上谈，许半夏白手起家，资金短缺，各种借钱，几个人语言不通，跑到北边做生意被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莫过于村民们做得起价，同萧齐、欧豪氏和陈宇宙、黄登登氏在夜间网滩涂倒石油犯下的劣迹。这样的戏剧回望，写真了法律和监管不健全的年代里，钢铁行业泥沙俱下的草莽式创业状态，也反思了商业扩张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据悉，在筹备阶段，主创团队曾走访中国不同地域的钢铁厂实景选址，对钢铁行业进行了大量资料调研，并对剧中涉及到的中国钢铁业的政策和结构变化进行了脉络梳理。可以说，现实主义是风吹半夏的创作执念，也是主创们的功力所在。服化道、OST 和镜头等共同构成的视听系统一亮相，观众们的 DNA 就动了。尤其和叙事结合在一起，时代情绪立刻被唤醒。谁不说风吹半夏是真懂90年代？让大女主落地生根，一头乌黑蓬松的卷发，
配上夸张的金属耳饰和大红唇，在黑压压的酒店人群中，许半夏是鲜艳明媚的存在。她左右逢源，洞察商机，一个生命力十足、敢拼敢闯的女商人形象跃然眼前。这是继《幸福到万家》后，赵丽颖塑造的又一个大女主角色。如果说何幸福是一个逐渐觉醒的乡村大女主，那么许半夏就是一个在钢铁丛林中披荆斩棘的实干女强人。我们都知道，想成为大女主不容易。虽然国产剧里大女主叙事流行了10多年，但更多存在于爱恨情仇的情感幻想语境，走的是玛丽苏爽文的路子。要在现实语境中搞事业，闯出一片天，并不容易。这也是以女性创业者主导的商业剧不常见的原因。《风吹半夏》无疑是一部敢于让大女主落地生根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让屏幕里的女性走出了狭隘单一的情感叙事，抵达了人生的旷野。这得益于原著作者安奈对时代、社会与女性的深切关注。风雨来时，看她烈焰燃烧。许半夏是一个异类。我这么年轻不想挣钱，我想什么多年以后不仅是我们的堆场、码头，我要让这一片灯火通明。她金句频出，尽显豪气干云的女商人本色。畅想过后，继续博弈与竞争。不少观众表示，看着赵丽颖在《风吹半夏》里一心搞钱，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正如成为女强人是许半夏的主动选择，也是时代和环境的驱动一样，大女主剧能在现实土壤中开花，也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新主流剧兴盛，主旋律走向大剧化，类型剧也逐渐主流化。大女主叙事作为女性题材的细分赛道，也投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口中。从理想之城到幸福到万家，再到风吹半夏，他们正在摸索一条既符合市场诉求，又能满足观众审美，兼具主流价值和社会剖面意义的新路，突破类型与题材框架的限制，重新定义励志大女主的坐标系。可以发现，这几部剧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大女主加群像的创作手法。对风吹半夏而言，许半夏是在潮头浪尖闪闪发光的头号人物，但这部剧不是他的独角戏，跟他站在一起的是情与义值千金的钢三角。他的朋友兼对手们包含了赵磊、李光洁士、武建设、刘威士、裘碧正、冯佳怡士等各色各样的商界群像，他们有各自精彩鲜活的故事，又彼此激荡出钢铁行业卧虎藏龙、大开大合的时代气象。一条赛道两朵花。最后，我想聊聊同属现实题材加大女主赛道，去年的理想之城和今年的风吹半夏在女主形象改编上形成的有趣对照。一个被称呼为胖子却又瘦又美，一个叫苏妲己却灰头土脸。这两部剧其实反映了当代大女主剧的两难选择。小说《苏小的战争》里，苏小长相艳丽，被形容为小白花苏妲己。当她在男性主导的建筑行业快速飞升后，充满恶意与偏见的流言也困扰着她。但在影视呈现上，苏小的形象非常接地气，大部分时间都是灰头土脸的打工人状态，没有磨皮也没有滤镜，又苦又糙，基本看不到小白花和苏妲己的影子。因为足够写实，职场剧爱好者很认可孙俪饰演的苏小，但外表不够光鲜的女主，确实也劝退了一波孙俪在下沉市场的观众。风吹半夏的选择截然相反。小说里的许半夏是货真价实的胖子，因为胖不仅会带来威慑力，还能让他与一群老江湖周旋时独善其身，省去很多性的凝视和疑虑。比如许半夏因为胖，让冯玉任重视妻子没了敌意，两人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剧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则和胖半点关系都没有。陈宇宙每次这么称呼她，都让人觉得喊谁吗？相反，这是一部十分突出女主造型的作品。许半夏走摩登港风，
自信又美丽。和冯玉妻子这一比，则被改编成了更符合当下语境的 Girl Helps Girl。不论是女主粉丝还是下沉市场受众，肯定更爱这样的大女主。然而，时髦艳丽的许半夏与一群男性打交道，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如何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做好生意？为了解决这一点，电视剧除了写她的圆滑、隐瞒大学生身份，还突出了她的力气大、警惕性强。比如老苏试图夸她可爱，但许半夏拒绝进入娇妻文学的审美体系里，通过和老苏掰手腕证明自己是女强人。为了平衡角色说服力和观众的审美需求，风吹半夏着实尽力了。最终效果如何？我们边走边看。